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先发优势，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可以大到什么程度？横向对比清朝末年的中外战争，能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3章卡哈马卡的冲突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由内而外做更好的自己，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3章卡哈马卡的冲突。现代最大的人口变迁是欧洲人对新大陆的移民，以及随之发生的对美洲土著，也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还有土著人数的减少或完全消失。我在第1章中说过，对新大陆的最早移民行动是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或更早的时候，经由阿拉斯加、白令海峡和西伯利亚实现的。复杂的农业社会在移民进入路线以南很远的美洲逐步兴起，在与旧大陆的方兴未艾的复杂社会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在那次来自亚洲的最早的移民行动之后，新大陆与亚洲之间唯一得到充分证明的进一步接触，只涉及生活在白令海峡两岸的狩猎采集社会，再有就是臆想中的横渡太平洋的航行了。而正是这次航行把甘薯从南美洲引进到了伯利尼西亚。至于新大陆族群与欧洲人的接触，唯一的早期接触与古挪威人有关。从公元986年到1500年左右，一批人数很少的古挪威人占领了格陵兰，但这些人的到来并没有对美洲土著社会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相反，由于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土著居住的人烟稠密的加勒比海诸岛，先进的旧大陆与新大陆社会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在公元1492年突然开始的。在随后发生的欧洲人与美洲土著的关系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的第一次相遇。阿塔瓦尔帕是新大陆最大最先进国家的专制君主，而皮萨罗则代表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叫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皮萨罗率领一群由168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居民毫无了解，与距离最近的西班牙人，也就是在北面1000英里的巴拿马完全失去了联系，也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的增援。阿塔瓦尔帕身处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帝国的中心，他的不久前在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中取得胜利的8万之众的军队团团护卫着他。尽管如此，这2位领导人见面后不到几分钟，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皮萨罗接着把他的俘虏关押了8个月，同时勒索历史上最高的一笔赎金，以换取释放他的承诺。这笔赎金是黄金，足够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的房间。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把阿塔瓦尔帕处死了。阿塔瓦尔帕的被俘对欧洲人征服印加帝国是决定性的。虽然西班牙人的精良武器无论如何也会确保西班牙人的最后胜利，但俘获阿塔瓦尔帕使西班牙人的征服变得更快而又无比容易。阿塔瓦尔帕被印加人尊奉为太阳神，对他的臣民行使绝对的权威。他的臣民甚至服从他在囚禁中发出的命令。他死前的几个月，使皮萨罗得以从容地把一些探险队不受干扰地派往印加帝国的其他地区，并派人从巴拿马调来援军。在阿塔瓦尔帕死后，西班牙人和印加人之间的战斗终于开始了。西班牙的军队已经比较难以对付了，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之所以引起我们的特别兴趣，是因为它标志着近代史上这次最大冲突的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但它也是一个引起更普遍兴趣的问题，因为导致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也就是决定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移民与土著民族之间许多冲突的结果的那些因素。因此
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史的宽阔窗口。那天在卡哈马卡展开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许多参与其事的西班牙人对此都有文字记载。为了给这些事件增加一点趣味，我们不妨把一些目击者的第一手叙述的摘录编排在一起，来重温一下当时的情景。这些叙述出自皮萨罗的6名随从之手，其中包括他的兄弟阿尔南多和佩德罗。我们西班牙人是神圣罗马帝国战无不胜的皇帝，我们的天生国王和君主的臣民。我们的深谋远虑，刚毅坚韧，严明军纪，辛勤努力，出牧风涛，浴血沙场，使虔诚徒众欢欣鼓舞，使异端邪教闻风丧胆。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上帝的荣光，也为了宣扬天主教皇帝陛下的威德，我觉得译作如下记述，并敬承陛下比天下之人一体之小此处所述之事，荣耀应归于上帝，因为西班牙人在他的神圣指引下征服了广大的不信上帝之人，并使他们归于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荣耀应归于我们的皇帝，因为仰仗他的伟大力量和好运，上述事件发生在他君临天下之时。这将会使虔诚的徒众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上述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上述行省已被发现和征服，上述财富已经运回家乡，由国王和他们分享。同时也因为上述惊恐之情已经在异教徒中广为传播，上述赞赏之心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油然而生。因为为了制服蛮荒之地的那些化外之民，从古到今，如此伟大的业绩在何时竟是如此靠如此少的人对抗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广大的地区渡过如此多的海洋，跨过如此漫长距离的陆地来取得的？还有谁的英勇事迹能和西班牙的英勇事迹相提并论？我们西班牙人人数很少，总数从来不超过200人或300人，有时候只有100人甚至更少，但却在我们这个时代征服了前所未闻的广大领土，比所有相信上帝和不相信上帝的诸侯王公们所拥有的领土还大。现在我将写下在征服中所发生的事，为了避免冗长啰嗦，我将不会写得很多。皮萨罗总督希望从来自卡哈马卡的印第安人口中得到情报，于是他就叫人拷打他们。他们招供说，他们听人说阿塔瓦尔帕正在卡哈马卡等待总督，总督于是命令我们前进。在到达卡哈马卡的入口处时，我们就看见1里格外山边上的阿塔瓦尔帕的营地。印第安人的营地看上去像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帐篷如此之多，使我们全部在心里充满了莫大的疑惧。在这之前，我们在西印度群岛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情景，这使我们的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但我们不能露出任何害怕的样子，也不能转身回去，因为如果这些印第安人觉察到我们的任何怯懦的迹象，那么甚至我们带来当向导的那些印第安人也会把我们杀死。于是我们就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并在仔细观察这座城市和这些帐篷之后，走下山谷进入卡哈马卡。我们用不少时间来商量对策，我们心里全都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人数太少，又深入到一个不可能指望得到援军的地方。我们全都去见总督，讨论第2天的行动方针。那天夜里，我们很少有人睡觉，我们守候在卡哈马卡的广场上，注视着印第安军队的营火。这个景象看了令人害怕，大多数营火都是在山坡上，彼此又靠得很近，一眼看去就像天空中的点点繁星。那天晚上，再也不分什么大人物和小人物，也不分什么步兵和骑兵了，每一个人都全副武装地站岗放哨。那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总督也不例外，他跑来跑去给他的部下打气。总督的兄弟阿尔南多·皮萨罗估计那儿的印第安士兵人数达到4万人，但他只是为了使我们宽心而撒了谎，因为实际上有8万多印第安人。第2天早上，阿塔瓦尔帕派出的信使到来，总督对他说，请转告贵国君主，欢迎他的大驾光临，至于何时来和怎样来，都可按照他的意思办，不管他以什么方式来，我都会把他当朋友和兄弟来接待。我求他快来，因我渴望和他见面，他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或侮辱。总督把他的部队
埋伏在卡哈马卡的广场周围，把骑兵一分为二，一支交由他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指挥，另一支交由埃尔南多·德索托指挥。他把步兵也一分为二，由他本人率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交给他的兄弟胡安·皮萨罗。同时，他命令佩德罗·德坎迪亚和2-3个步兵带着喇叭到广场上的一个小堡垒去，并携带一尊小炮驻守在那里。当所有的印第安人和率领他们的阿塔瓦尔帕进入广场时，总督会向坎迪亚和他的士兵发出信号，同时喇叭也要吹响。骑兵听到喇叭声，要从他们埋伏等待的大院子里冲出来。中午，阿塔瓦尔帕开始集合队伍并向前接近。很快我们就看到，整个平原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时地停下来，等待不断从他们身后营地里列队而出的另一些印第安人。到了下午，他们分成一个个小分队，不断地列队而出。走在前面的几个小分队，这时已靠近我们的营地，同时仍有更多的部队不断地从印第安人的营地出发。在阿塔瓦尔帕前面的是2000个清扫道路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些战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边的田野里行进，另一半人在他另一边的田野里行进。首先来到的是一群身穿五颜六色棋盘格式服装的印第安人，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拾起地上的稻草并清扫道路。其次来到的是3群身着不同服装载歌载舞的印第安人。接着又来了一批人，他们抬着盔甲、巨大的金属盘子和金银打旧的皇冠，他们抬着的用金银制成的全套行头，数量众多，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阿塔瓦尔帕的身影，他坐在华美的轿子里，轿子木支架的末端用银子包着，有80个身着鲜蓝色号衣的领主扛在肩上。阿塔瓦尔帕本人锦衣绣服，头戴皇冠，脖子上套着一个绿宝石大颈圈。他坐在轿子里的一个放着华丽安形坐垫的小凳子上，轿子的四周插着五颜六色的鹦鹉毛，并用金银盘子装饰起来。在阿塔瓦尔帕后面是另外2顶轿子和2只吊床，里面坐着几个高级酋长，随后又是几群抬着金冠银冠的印第安人。这几群印第安人合着响亮歌声的节拍开始进入广场，他们就这样不断进来，占领了广场的每个地方。在这期间，我们全体西班牙人一切准备就绪，埋伏在院子里等着，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们有许多人完全是因为惊恐而在不知不觉尿了裤子。阿塔瓦尔帕在到达广场中心后，仍然高高地坐在他的轿子里，而他的部队在他的身后继续列队而入。皮萨罗总督这时派托波修会修士维森特·德巴尔韦德过去和阿塔瓦尔帕搭话，并以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要求阿塔瓦尔帕服从耶稣基督的权威和效忠西班牙国王陛下。修士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圣经，举步向前，穿过重重的印第安人部队，来到阿塔瓦尔帕跟前，开口对他说：“我是上帝派来的仆人，我把上帝的福音交给基督徒，现在我也同样来教你。我教的就是上帝在这本书里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我代表上帝和基督徒，请求你做他们的朋友，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也是为了你的福祉。”阿塔瓦尔帕把书要过去，他想看一看，于是修士就把书合着递给了他。阿塔瓦尔帕不知道怎样把书打开，修士就把手伸过去帮忙。这时阿塔瓦尔帕勃然大怒，对修士的手臂打了一拳。他不愿别人来帮这个忙，于是他亲自把书打开。他发现书上的字和纸并没有任何令人惊异之处，就把书扔出去5-6步远，满脸涨得通红。修士回到皮萨罗身边，大叫：“出来吧，出来吧，基督徒们，向这些拒绝上帝福音的狗敌人冲过去！那个暴君竟敢把我的圣经扔在地上！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事？在平原上全是印第安人的时候，我们干嘛还要对这个过分傲慢自大的狗杂种讲究谦恭礼貌呢？向他们冲过去，我会宽恕你们的罪孽的。”于是总督向坎迪亚发出信号，坎迪亚开始开炮。与此同时，喇叭也吹响了。全副武装的西班牙部队，有骑兵有步兵，
从他们埋伏的地方向在广场上挤成一团的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冲去，一边喊着西班牙的战斗口号圣地亚哥。我们已经在马身上附了响器来吓唬印第安人，枪声、喇叭声和响器声使印第安人陷入一片惊慌。西班牙人向他们攻击，动手把他们砍成几段。印第安人吓得相互践踏，形成一个个人堆，彼此都窒息而死。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毫无危险地攻击他们。骑兵策马把他们撞倒，把他们杀死的杀死，打伤的打伤，对逃跑的就穷追不舍。步兵对剩下的人发动狠狠的攻击，其中大多数人很快都成了刀下之鬼。总督本人一手拿剑，一手拿匕首，带着身边的几个西班牙人冲进密集的印第安人群，并且非常勇敢地来到阿塔瓦尔帕的轿子旁。他大胆地一把抓住阿塔瓦尔帕的左臂，口中大喊一声圣地亚哥，但他无法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扯出来，因为轿子被举得很高。虽然他杀死了举着轿子的几个印第安人，但别的印第安人立刻接上来把轿子举得高高的。就这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制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最后7、8个西班牙骑兵策马赶来，从一边向轿子猛冲，用很大力气把轿子推得侧倒在地。阿塔瓦尔帕就这样被捉住了。总督把阿塔瓦尔帕带到他的住所，抬轿子的那些印第安人和护卫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印第安人没有丢弃他，全都在他身旁死了。留在广场上的那些惊慌失措的印第安人被枪炮的射击和马匹吓坏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们设法推倒一段围墙，逃离广场，跑到外面的平原上去。我们的骑兵从围墙的缺口一跃而出，冲进平原，一边大声喊叫，追那些穿花衣服的，一个也不要让他逃走，用矛刺他们。阿塔瓦尔帕带来的其他印第安士兵全都在距离卡哈马卡1英里的地方严阵以待，但没有一个人移动一步。在发生所有这一切期间，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拿起武器来对付一个西班牙人。当留在城外平原上的一队队印第安人看见别的印第安人喊叫着逃跑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惊慌起来，拔脚就逃。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因为整个山谷在15或20英里范围内完全塞满了印第安人。夜色已经降临，而我们的骑兵仍在田野里用长矛刺杀印第安人。这时我们听到了要求我们回营集合的号声。要不是夜色降临，这4万多的印第安人部队中能够活下来的不会有几个。6000到7000个印第安人死了，更多的印第安人被斩去了手臂或受了别的伤。阿塔瓦尔帕本人也承认说，那一仗他的部下被我们杀死了7000人。在一顶轿子里被杀死的那个人是他的大臣，也就是钦察的领主，那是一个深得他宠信的人。给阿塔瓦尔帕抬轿子的那些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一些高级首领和顾问，他们全都被杀死了。还有坐在别的轿子和吊床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也都被杀死了。卡哈马卡的领主和其他一些人也被杀死了，但他们人数多得数不过来，因为来伺候阿塔瓦尔帕的人全都是大领主。如此强大的一个统治者，来时率领了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俘，这实在令人惊异。的确，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因为我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这是上帝的恩泽，而上帝是伟大的。当西班牙人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拖下来时，他身上的袍子也被扯落了。总督命人给他拿来衣服。阿塔瓦尔帕穿好衣服后，总督命令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劝他不要因为自己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下来而生气和焦躁不安。总督对阿塔瓦尔帕说，不要把你被打败和被俘这件事看作是一种侮辱，因为我手下的这些基督徒人数虽少，但我和他们一起征服过比你们更强大的王国，打败过其他一些比你更强大的君主，把皇帝的统治强加给他们。我是皇帝的臣民，他也是西班牙和全世界的国王，我们是奉他的命令来征服这块土地的，这样就可以使所有的人认识上帝，认识他的神圣的天主教。而由于我们肩负的光荣使命，上帝，也就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才允许让这一切发生，以便使你们认识他。
从而脱离你们所过的那种野蛮而邪恶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能以少胜多。如果你们明白你们生活在种种谬误之中，你们就会了解我们奉西班牙国王陛下之命来到此地给你们所带来的福祉。上帝的意思就是打掉你们的傲气，不让一个印第安人对基督徒有冒犯行为。现在让我们从几个直接的事件开始，把这个非同一般的冲突中的因果关系链找出来。当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相见时，为什么会是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并杀死他那么多的追随者，而不是阿塔瓦尔帕的人数多得多的军队俘虏并杀死皮萨罗？毕竟皮萨罗只有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而阿塔瓦尔帕在统帅着一支大约8万人的军队。至于在这些事件之前发生的事，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皮萨罗怎么会到这里来俘虏他，而不是阿塔瓦尔帕到西班牙去俘虏查理国王？为什么阿塔瓦尔帕会走进与我们天生的事后聪明来看竟是如此明显的圈套？在阿塔瓦尔帕和皮萨罗相遇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是否也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民族之间以及其他民族之间起着某种更广泛的作用呢？为什么皮萨罗会俘虏阿塔瓦尔帕？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们在对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时，只能用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这种装备上的悬殊，在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数次其他冲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许多世纪以来，唯一能够抵抗欧洲人征服的美洲土著，是那些得到并掌握马匹和枪炮，从而缩小兵力差距的部落。对一般的美国白人来说，一提起印第安人这个词，他们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骑在马上挥舞步枪的大平原印第安人形象，就像1876年在著名的小毕哥霍恩河战役中消灭了乔治·卡斯特将军部队的苏族印第安人战士那样。我们很容易忘记，美洲土著对马和步枪本来是一无所知的，马和步枪是欧洲人带进来的，接着就开始改变获得他们的印第安人社会。由于掌握了马和步枪，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智利南部的阿劳干印第安人和阿根廷的无数大草原印第安人都击退过入侵的白人，其时间之长不是任何其他印第安人所能企及，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被白人政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所打垮。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西班牙人凭借军事装备竟然能如此以少胜多。在上面详细叙述的卡哈马卡战役中，168个西班牙人粉碎了在人数上500倍于己的一支美洲土著军队，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土人，而自己却未损一兵一卒。关于皮萨罗随后与印加人的几次战役，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人的征服，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著的其他一些早期军事行动的记述，一再描绘了一些关于几十个欧洲骑兵大肆杀戮、击溃了数以千计的印第安人的战斗。在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从卡哈马卡向印加帝国首都库斯克进军期间，有过4次这样的战役，它们发生在豪哈、比尔卡索阿曼、比尔卡康加和库斯克。参加这4个战役的西班牙骑兵分别只有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而每次所要对付的敌人或者数以千计，或者数以万计。西班牙人的这些胜利不能轻易地仅仅归之于美洲土著盟友的帮助，归之于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马匹这种新奇事物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也不能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归之于印加人误把西班牙人当作是他们的神灵比拉科查将士。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的初期胜利的确吸引了一些土著盟友，然而孤立无援的西班牙人早期破坏性极大的胜利已使这些土著盟友相信抵抗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应该同很有希望的胜利者站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其中许多人是不会成为盟友的。毫无疑问，马匹、钢铁武器和枪炮这些新奇的玩意儿在卡哈马卡使印加人不知所措，但卡哈马卡战役后的那几次战役
却遇到了已经见识过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马匹的印加军队的坚决抵抗。在初期征服的6-7年内，印加人发动了反对西班牙人的2次拼死的大规模的准备充分的叛乱。所有这些努力都由于西班牙人远为精良的武器装备而失败了。到18世纪开始时，枪炮取代刀剑而成为主要武器，帮助入侵的欧洲人取得对美洲土著和其他土著族群的优势。例如1808年，一个携带火枪并且枪法百发百中的名叫查理·萨维奇的英国水手来到斐济群岛。这个名如其人的萨维奇借着单枪匹马破坏了斐济的权力平衡。萨维奇 savage 一词在英语中有野蛮、凶狠、残暴的意思。他干过许多胆大妄为的事。有一次划着独木舟沿河逆流而上，到了一个名叫卡萨武的斐济村庄。他在村庄篱笆外手枪射程之内停下脚步，向毫无防备的居民开火。被他打死的人很多，没有被打死的人就把死人的尸体堆起来躲在后面。村旁小河里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这种用枪炮对没有枪炮的人滥施淫威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在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征服中，枪炮只起了一种次要的作用。当时的火绳枪既难装填又难发射，皮萨罗也只有10来支这样的枪。在他们能够凑合着发射出去的那些场合，他们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重要的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钢刀、长矛和匕首，这些都是用来屠杀印第安人强有力的锐利武器。因为印第安人身体防护甚少，相比之下，印第安人无棱无角的棍棒虽然也能打伤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匹，但很少能将其杀死。西班牙人的铁甲或锁子甲，尤其是他们的钢盔，通常都能有效地对付棍棒的打击，而印第安人的护身软垫则无法防御钢铁武器的进攻。西班牙人因其战马而取得的巨大优势，在目击者的技术中跃然纸上。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印第安哨兵，使他们远不及向后面的印第安部队发出警报。骑兵还可以用马把印第安人撞倒，让马蹄把他们踏死。一匹战马在冲锋时的冲击力量，它的机动性，它可能有的进攻速度，以及它所提供的居高临下并且得到保护的战斗位置，使得空旷地带的步兵几乎无招架之力。马的作用并不是仅仅由于他们在第一次与他们交锋的士兵心里产生恐怖的感觉。到1536年印加人大反叛时，印加人已经学会如何在狭窄的通道上伏击和消灭西班牙骑手，在抵抗骑兵部队时最有效地保卫自己。但印加人和所有其他步兵一样，从来没有能够在空旷地带打败骑兵部队。继阿塔瓦尔帕之后，印加帝国的皇帝是曼科，曼科的最优秀将军是基佐尤潘基。1536年，当基佐在利马围困西班牙人，并打算向该城发动猛攻时，2个中队的西班牙骑兵向一支比自己大得多的印第安军队发起了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中就杀死了基佐和他的所有指挥官，从而击溃了他的军队。一次由26名骑手组成的骑兵队的类似冲锋，击溃了曼科皇帝亲自率领的最精锐部队。他当时正在库斯科围攻西班牙人。马匹改变战争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的对马的驯化开始的。马匹使得骑马的人能够通过比步行远得多的距离去进行奇袭，并在防御部队集合前逃之夭夭。马因其在卡哈马卡所起的作用而为一种军事武器提供了例证。这种武器6000年来直到20世纪初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并最终在所有大陆得到运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骑兵在军事上的支配地位才最后宣告结束。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西班牙人因为有了马匹、钢铁武器和盔甲，而取得了对手无寸铁的步兵的优势，那么西班牙人总是能够以寡敌众，所向披靡，就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了。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军队来到卡哈马卡，是因为他们刚刚在一场使印加人4分5裂、大伤元气的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皮萨罗很快觉察到这种分裂的形势，并加以利用。这次内战的起因竟是一场天花流行。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
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在1526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又迅即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因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1520年西班牙人的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一次天花流行蹂躏了阿兹特克人，并杀死了刚刚继承蒙特祖玛为阿斯特克皇帝的奎特拉瓦克。在整个美洲，随着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远远走在了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来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杀死了 95%。 北美人口最多并高度组织起来的土著人社会是密西西比河流域酋长管辖的部落，他们在1492年至17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时间甚至比欧洲人在密西西比河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时还要早。1713年的一次天花流行是欧洲移民毁灭南非土著桑族人的最严重的一步。在英国人于1788年移民悉尼后不久，一场大批毁灭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病开始了。来自太平洋岛屿的有详尽文献证明的例子是1806年在斐济迅速蔓延的流行病。这种病是几个欧洲船员在阿尔戈号船只失事后挣扎着爬上岸时带来的。类似的流行病在汤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然而，我并不是要暗示历史上的疾病的作用只限于为欧洲人的扩张铺平道路。疟疾、黄热病以及热带非洲、印度、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一些其他疾病是欧洲在这些热带地区进行殖民时的最大障碍。皮萨罗是怎么到卡哈马卡来的？为什么不是阿塔瓦尔帕去征服西班牙？皮萨罗到卡哈马卡来靠的是航海技术，是这种技术建造了船只，使他们从西班牙横渡大西洋来到巴拿马，然后又沿着太平洋从巴拿马来到秘鲁。阿塔瓦尔帕没有这种技术，所以不能从海上扩张到南美以外的地方。除了船只本身，皮萨罗的出现还依赖于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西班牙才能为这些船只提供资金、建造技术、人员和装备。印加帝国也有一个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但这个组织实际上起了对帝国不利的作用，因为皮萨罗俘虏了阿塔瓦尔帕，也就夺取了印加帝国整个的指挥系统。因为印加帝国的行政系统和神圣的专制君主完全是同一回事，所以阿塔瓦尔帕一死，帝国也就分崩离析。航海技术配合行政组织，不但对许多其他民族的扩张至关重要，对欧洲人的扩张同样至关重要。使西班牙人来到秘鲁的一个相关因素是文字。西班牙人有文字，而印加帝国没有。用文字来传播信息，要比用口头传播来得广泛、准确和详细。从哥伦布航行和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传回西班牙的信息，使西班牙人大量涌入了新大陆。信件和小册子激发了人们的兴趣，也提供了必要而详尽的航海指导。皮萨罗的同事克里斯托弗·瓦尔德梅纳德上尉为皮萨罗的业绩撰写了第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这份报告于1534年4月，也就是阿塔瓦尔帕被处死后仅仅9个月，在塞维利亚出版发行。这份报告成了畅销书，迅速被译成欧洲其他语言，从而把又一批西班牙移民送去加强皮萨罗对秘鲁的控制。为什么阿塔瓦尔帕会走进这个圈套？事后想来，阿塔瓦尔帕仅会在卡哈马卡走进皮萨罗设的明显圈套，真使我们感到惊奇。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的西班牙人对他们的成功也同样感到惊奇。人的文化程度的影响在终极解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直接的解释是，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人、他们的兵力和意图
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情报，他那一点少得可怜的情报是通过口头得来的，主要是从一个使者那里得来的。这个使者在皮萨罗的军队从海岸向内陆的行军途中，曾在军中访问过2天。这个使者看到西班牙人军容不整，于是就对阿塔瓦尔帕说，他们不是战斗人员，只要给他200个印第安人，就能把他们全部缚来帐下。阿塔瓦尔帕绝没有想到，这些西班牙人竟是如此难以对付，而且会毫无缘由地向他进攻，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新大陆，只有几个民族中的少数精英分子有书写能力，他们在现代墨西哥，还有在印加帝国北方很远的一些毗邻地区。巴拿马距离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不过600英里。虽然西班牙人对巴拿马的征服在1510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在皮萨罗于1527年首次登上秘鲁海岸之前，似乎没有任何关于西班牙人出现的消息送达过印加帝国。对于西班牙人征服了中美洲大多数强大而人口众多的印第安社会，阿塔瓦尔帕始终是一无所知。在我们今天看来，阿塔瓦尔帕被俘后的行为和导致他被俘的行为同样令人惊异。他交纳了他那笔著名的赎金，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只要付了赎金，西班牙人就会释放他，并且远走高飞。他不可能了解皮萨罗的部下只是一支决心实现永久征服军队的开路先锋，而不是单单为了一次孤立的袭击。犯这种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并非只有阿塔瓦尔帕一人，甚至在阿塔瓦尔帕被俘后，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也哄骗的查尔库奇马自投罗网，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他可是阿塔瓦尔帕的第一流将军，指挥着一支庞大军队。查尔库奇马的判断错误标志着印加人抵抗失败的转折点，是几乎同阿塔瓦尔帕本人被俘一样的重大事件。当阿兹特克皇帝蒙特朱马把科尔特斯看作是神灵降世，并允许他和他的小小军队进入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时，他的判断错误甚至更加显而易见。结果是科尔特斯俘虏了蒙特朱马，然后又进一步征服了特诺奇提特兰和阿兹特克帝国。从世俗的观点来看，阿塔瓦尔帕、查尔库奇马、蒙特朱马以及其他无数的被欧洲人欺骗的美洲土著领袖之所以判断错误，是由于当时新大陆没有任何居民去过旧大陆，因此他们当然不可能对西班牙人有任何具体的认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觉得难以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阿塔瓦尔帕的社会对人类的行为有更多的经验，他本来是会产生更大怀疑的。皮萨罗在到达卡哈马卡时，除了对他在1527年和1531年碰到的几个印加臣民进行的审问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外，他对印加人也是一无所知的。然而，虽然皮萨罗本人碰巧也是一个文盲，但他属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传统。西班牙人从书本上知道了同时代的许多欧洲差别很大的文明国度，也知道了几千年的欧洲历史。皮萨罗伏击阿塔瓦尔帕，显然是以科尔特斯的成功谋略为样板的。总之，文化修养使西班牙人继承了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相形之下，阿塔瓦尔帕不但对西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对来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也是毫无个人经验，而且他甚至也没有听人说过，或者在书本上读到过之前在何时何地何人也曾遭受过类似威胁。这种在经验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萨罗去设下圈套，而阿塔瓦尔帕走进了圈套。因此，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这件事表明了导致欧洲人向新大陆移民，而不是美洲土著向欧洲移民的那组近似的因素。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的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之前很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已经导致了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这我们将会在以后的几章中看到。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直接优势总是在欧洲一边，而不是在新大陆一边。
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骑上像战马一样的令人生畏的牲口，携带着对欧洲人来说没有抵抗力的疾病，修造远洋船只和建造先进的行政组织，并能从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吸取经验。这些不再是本章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关于近似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是将要占据本书下面2部分篇幅的关于终极因果关系的问题。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3章卡哈马卡的冲突，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